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今天呢，我们的占卜主题是比较简单的一期啊。我们心中所想一件事情，看一下宇宙给当下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答案是什么？Yes or No，以及显化它的方法又是什么？嗯。今天这一则主题呢是因为有一些留言的朋友非常的希望看到 Yes or No，再者就是确实这一个主题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希望能够通过最新的一期视频来做一个 Yes or No，然后也希望未来点开这支影片的朋友，只要你们心中有关心的事情，希望有一个答案，都可以通过今天这一则影片找到一些答案，给自己一些能量。那最近呢，Starcy 在搬家当中啊，然后身体也会因为工作呀搬家有点忙碌，因此我们的更新有点不及时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再有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 email 和留言，那 Starcy 有时候也会看的比较不及时，回复的比较晚一点。但不管如何，大家所有的留言，包括在 YouTube 上面的留言，那 Starcy 都会去看，然后也都会跟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连接。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就是频繁呢，或者是忙碌啊，或者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拿到宇宙给我们的学分啊，每件事情我们都认真去做，尽力做好。那希望我们也可以一起努力去达成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取得非常好的结果。好的，那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搬家了，所以说未来的占卜影片应该不会有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啊等等了，然后希望能够在新的环境当中，依旧给大家提供最好的能量，那依旧能够跟大家有着最好的、最紧密的连接，帮助大家度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那这是 Starcy 本人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那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的选牌。在选牌开始之前，我们通过声音的方式一起来连接一下宇宙啊。我们首先做一个净化。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在心中呼唤你的指导灵，呼唤你的天使，或者说守护你的祖先或者是神灵。给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心中所想这件事情一些启迪和一些能量，帮助大家连接到宇宙。好，大家放松心情。好，我们来聆听一下宇宙的声音。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感觉大家周围有很多指导灵啊、祖先以及天使啊，就是很关切的在看着大家，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帮助到大家。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天的影片当中给大家提供最好的能量。那我们面前呢有5张卡牌，这是塔罗卡塔罗牌。然后 Starcy 本人也没有看这些牌是什么样的内容，随手帮大家连接了一下，抽了一下，大家可以在心目当中去想你们想要去问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最好是比较简单的形式啊，对。然后再者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你们可以分开来问，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想我，然后他未来会不会联络我啊，也可以分开来问。对，如果是事业呀、健康啊，或者是情感不同的方向，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组牌。嗯，好，大家想好问题了吗？好，那我们帮大家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参照的天然石，来帮大家做一下连接和感应啊。当然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凭借着这个卡牌的牌面以及它上面的光泽来进行最初的选择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这个参照物呢，只是一个参照。那如果大家会觉得比较困惑啊，就是不知道该选择参照物还该选择卡牌的时候，第一眼呢，去选择卡牌，来看一下哪一个位置，对，哪一副组牌散发出来的能量和光芒是吸引你的。如果实在选不出来，再看下方的天然石啊。
OK，我帮大家把天然石拿进一些，供大家来进行连接和感应。那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的天然石是，青绿色啊，没有，这样有没有很清楚一点？好，青绿色。好，我们第二副组牌天然石是，好，有彩色，有彩色光芒的这个矿石啊，好，这是第二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第三副组牌同样是紫色天然石，紫色的水晶牙。好，这是第三副。那我们第四副组牌是一颗青色的天然石，天空的颜色。好，我们最右边的第五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磁铁石吗？它有种金属的光泽啊，感觉像镜子一样。好，这是第五副组牌。好，OK，大家做好选择了吗？如果还没有的朋友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的第一张卡牌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大家抽到的是什么。看一下你们心中所想这一个问题啊，我们就先用这一張牌来界定 yes or no。我们抽到的是 Five of Wands。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件事情可以达成，但是在当下这个阶段，你们有可能是，爬了89级台阶，有可能还有11阶，然后你们就在很努力、很努力在往上去争取。这个阶段有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最艰难的，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比如说是你们的工作，比如说事业，比如说跟周围人的配合，或者说一个感情对象啊。我看到很多人在这个阶段是非常紧张的，有可能你们的心里边急切的渴望和等待着一个 yes 的答案，你们也在为了这个 yes 去努力奋斗着。权杖5号在传统的韦特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5个人，每个人拿一个权杖啊，打得不相上下的，代表了一种纷争、冲突和矛盾啊。那这张卡牌当中，我们看到啊，对，这5个人，他们既有竞争，但也有配合。他们很像是杂技，或者说他们是那种体育竞技的竞技者啊，有可能他们在为了这个火种，为了这个太阳，为了这个明亮的光芒，在进行着奋斗，并且越是目标越是高，我们越需要走得更高。看起来这件事情首先需要一定的技巧，再者就是需要一个对的 timing。有可能一些人已经走到很高了，但是很不巧，没有一个稳定性，就很容易跌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对这件事情势在必得，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在竞争当中可以胜出的佼佼者。比如说是工作，对，比如说是跟某一个事业伙伴的合作等等啊，或者说是竞争吧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成功，只不过你们这件事情要费一番心思和一番努力，它不是那种来的凑巧、来的刚刚好的 yes 的答案，而是你需要再努力的盯一下，再坚持一下，好吗？那是我从这张牌当中看到的。我们先抽塔罗牌啊，我们看一下能量是如何的，再帮大家去抽神谕卡，然后通过这个神谕卡来看一下显化的方法是什么啊？看一下第一副牌多 ，OK，Knight of Pentacles 啊，非常好的一张牌啊。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Death in Reverse，Magician。好，我们看一下飞出来这张什么 Strength。我感觉啊是这样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的机会、升迁的机会啊。或者说你们需要在这个过程里边通过竞争去努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幸运的话，这个幸运它是你的，它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看到 Magician and Nine of Pentacles， 我觉得这次胜利首先属于你，再者就是你很聪明，你有自己的方法和方式，让自己站在人群的最亮眼的地方。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为了这件事情有可能费尽了脑汁，还有很多人，我感觉到啊，这件事情已经让你们潜移默化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看到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在未来这大半年当中都会为了这个计划而努力。如果是一个短期的计划的话，那你们就照这个方向去走就好了。我感觉最后的答案是 yes，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还有就是我看到，如果这是今年的年中，就这一年当中你要去实现的某一个目标的话，有可能在今年的夏季8、9月份左右，你们会面临到一些挫折，对，面临到一些艰难的困局啊。这个权杖的5 Five of Wands，它一定不是那种顺利的去取得这个成就和结果的。相反，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坚持住。那只要再坚持最后一程，我觉得这是会让你们脱胎换骨的转变啊。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一次转变对于你们来说，像是事业和金钱上的，比如说你们在，想要去取得一个很不错的事业成绩，你们现在在为自己的人生下赌注啊，想要去取得一个特别不错的结果，或者说在争取一份工作呀，或者说自己创业等等，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有一颗聪明的脑袋，而且而且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并不需要任何人，而是你们在通过去显化自己，去推着自己的，嗯，推着自己往前走吧，去拿出你们的能力对待这件事情的过程里边，让你们真正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能量在哪里，你们会拿到自己应得的，并且是必得的。我看到有很多人，这件事情就会让你升一个台阶，比如说你会就此更加的确认自己是应该怎么做，应该属于哪一个领域，并且很多人你们有可能会站在台前，让很多人看到你，包括你的名誉和地位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晋升。如果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的话，我觉得当下如果是感情对象，有可能你们就处在一个矛盾当中、对立当中，或者说你们最近有这种不得不去跟对方讨价还价呀，然后为了你们的生活奔波呀，又或者说你们的感情里边有竞争对手，让你们感觉到非常的，嗯，就是非常的焦灼，就那种状态就很像是一个拉锯战，或者说像是一个对足球赛啊，到了最后的十几分钟那种感觉，对，大家要去看一下谁会进最后一颗球，才能去评定这个对这个赛局的这个输和赢。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这个胜利是一个定式，是一定会成功的。但很多人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必须要通过一部分的努力去点燃你们自己真正的能量，这有可能是这一段旅程给你们真正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走来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是 yes。你们答案是 yes，但是你们需要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些努力，它不是能够坐享其成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了，我们坐享其成它是一个中性词啊，就不一定说这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有很多事情它是宇宙给我们的回馈的一些结果。那如果要争取到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一个人，或者说这一段感情，或者说你需要一个旧人回归，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回归了。但时间点上来说，一定是当你回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当你安居乐业，开始真正的去吸引周围的幸运发生的时候，那怎么样调节自己的这个状态呢？你们必须要去肯定自己，而且你们需要在自己的物质生活里边多去做一些尝试，让你们更加的享受，让你们更加的丰盛和充盈。我觉得你们身边的指导灵有在帮你们。那当你们真正的不能说脱胎换骨吧，但是起码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一些事情在你们没有意想的那个状态底下，就会不经意的就开始发生，开始一件一件的发生。随着你们生活的状况的转化、气场的转化、能量的转化，这个人他就会主动的回到你的生活里边。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恋战啊，特别是你在感情里边跟对方吵架了、冷战了、分手了，等等等等，不要恋战，不用回头去叫醒他，或者说不用回头去嗯很多的连接他。我的意思是，可以去联系，但是你不用非得要去在这个阶段把这个人争取回来，因为我感觉你们越是往这个战局里边深入，这个状况就越是泥泞。所以你们必须要让自己从这个状况当中走出来，先去享受自己的人生，享受自己当下那个状态，然后你们再往前跨一步，好吗？第一副组牌的朋友，OK，这是我们今天的答案。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今天抽到的这个神谕卡啊，看一下，我们的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让我们去显化这件事情的发生，好吗？OK，我们首先抽了一张这个我们的 Ancestors and Angels Oracle Direction Guardian Choose Your Path。
这个牌的朋友啊，这张牌很像一个命运之轮，对吧？它上面还有一个，这是赫鲁斯之眼吗？还是我们的这个第三眼，还是说炽天使呢？不管怎么样啊，只要是有眼睛的这种，包括就是各种各样宗教呀、信仰啊，很多符号，它代表的都是智慧，因为眼睛是用来看的。唯有看到了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对，用我们的感知去衡量这件事情，衡量它的大小、它的温度、它的颜色。对，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这个视觉，所以我觉得这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必须要把你们第三眼打开，去看得更远，去感知的更多，去选择属于你们的道路。那你们的祖先也在告诉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第二次的生长期啊。比如说你们在，嗯，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比如毕业的时候要选择一所学校啊，初中也好，国中也好，高中也好，大学也罢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去选择。那这一次有可能是你非常重要的一次选择了。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周围有动物的指导灵在帮你们，而且他们其实在帮助你去连接你的一些灵魂的契约，让你走到一个对的路上。所以如果现在是一个重新去校准和校正你人生方位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对的时机，在你人生恰好是非常波动或者需要转化、需要更多能量的时候，出现了这些 sign、这些消息、这些讯号，帮助你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有机会调整自己的话，多去调整一下。第二张牌我们抽到是 Pluto，冥王星啊，Transformation。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死神牌，对吧？所以这个冥王星和这个死神牌的逆位，它是一样的能量啊。我觉得你们正在蜕变，你们正在让自己从那个蝴蝶的这个蛹或者茧里边啊，展开你们的翅膀。有很多人通过这一次，有可能你们开始了你们的，就是说。比如说第二次觉醒啊，还是说一次觉醒也好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更加的理解自己和你们的指导灵和这个宇宙以及你们的命运连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很多人你们在往自己的命运里边去走，要看你们的整个的命盘当中，你们的天生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或者说你们要去还的一些业力是什么。我觉得通过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不是再去还债，相反，你们再去通过那些业力的小路啊，波波折折的绕来绕去的，最后去找到属于你们真实的存在。所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不用害怕，宇宙正在帮助你，让你去做这个转变。我们有可能跟以前的每一世多少都一样，那每一世的我们都好像是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样啊，会联系在一起，会有故事的一个线条，对吧？就是它会有一个起承转合，它会有一个因果，它会有这个主要的人物主角，就是我们自己。但是在这一次人生当中，你们一定会打开之前那些业力的能量，让你们不在一个传统的或者说安全区域的范围，或者说一个固定的范围当中绕圈圈。你们在这一次的过程里边会打开你们真正的，就类似于打开你们的第三眼，打开你们真正的智慧能量，对，去显化属于你们的事情发生。出现了魔术师牌，其实这张很好的牌，魔术师可以显化任何的事情发生，包括情感的关系啊，包括事业，包括金钱和财富。但是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通过这一个阶段，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你们的核心能量在哪里。有很多朋友啊，我想看看你们想问的事情像什么样的事情。六宫，这是 Pluto 啊，就是天蝎座是吧？我们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是天平六宫。我觉得有可能是生活当中一些待办事项，有可能是感情啊。感情的话就是虐恋，分分合合的虐恋。再者就是一部分朋友可能包括你们的财产问题。我觉得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现在是4月，看这个视频的当下，不管如何，在未来的半年之内努力一下，有可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让你们感觉非常累，千万不要放弃啊！你宇宙和指导灵在告诉你去坚持，坚持住，好吗？好，我们最后帮大家来抽一下，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 Yes or No， 我们一般啊都会抽这个 Angel Answers， 对。很有感情的一套卡牌 ，OK。Angel Answers 告诉我们，Not the right time，不是一个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说不是对的时间，
但是这代表了对的时间即将到来，因为出现了冥王星和死神逆位的能量，以及魔术师的能量。对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很多人我感觉在今年的冬季啊，11月、12月左右。对10月、11月、12月要这样讲啊，秋冬季节。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这4、5个月期间，你们在事业上就会有一些转化出现了。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其实对于自己有很多的不确定和不确信，甚至你们总是感觉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已经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去判断了。坚持啊，就是我觉得你的天使和你的指导灵正在告诉你，你走在的是对的路上，所以去显化这件事情，你们现在不要 back and forth 啊，你们不要犹豫和摇摆啊，认准了这个方向 choose a path，决定了你的方向就往前去走。那在未来的这半年期间，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阶段，而且也是非常有利的，好吗？OK，感情方面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讲到感情，我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也有新的人选在选择。说实话，我觉得选择的人是你们，而不是对方。所以说，到底要不要去显化这个感情，让它继续发生和发展，还是说啊，这个断了的弦，我们应不应该接上？这个人他会不会回到我的生活里边？说实话，当你调整好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你不会再需要这个人了，这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感觉其实你们现在正在那种我是要放手了，还是要坚持的那个阶段。有可能你们之前付出的很多，有可能你们参与过那种挣扎、焦灼的那种局面，甚至比如说对方的亲朋好友都参与进来，让你们感觉非常的心累。事业的朋友也是一样，有可能这人际关系啊等等，都会让你们感觉错综复杂。每一件小事，对，每一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连接，都会让你们感觉到啊倍加的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能量啊，感情的朋友，你们在这几个月当中就会做一个选择。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跟这个人快速的复合呀，走向一个对的状态呀，天使在告诉你，现在不是一个对的时间，而且你需要去换一个方法和思路。你需要先调整自己，让你成为这件事情的中心，对，你才会成为这个魔术师，去变出属于你的实相，变出属于你的结果出来。所以第一步组牌的朋友，调整你们自己，好吗？做一个更好的内在工程的一个建设啊，首先让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去相信自己，也打开自己，好吧。然后推荐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多去享受一下美食和阳光，并且你们需要让自己在忙碌当中休息一下。如果你们会觉得休息很奢侈的话，或者说如果你们现在的这个阶段没有时间，要么就是没有金钱的话，你们起码可以享受宇宙带给你们最便利的，对。免费的资源就是阳光、雨露和星辰，对，多去跟天空连接。我相信你们不会在自己的小圈圈当中迷失，你们会找到属于你们的更远的、更高的能量。这是来自于你们的高我和指导灵以及天使的，好吗？OK，那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就看到这儿了。我感觉啊，你们是很有能量的人，有可能一部分的时间，一段时间你们在隐藏自己的能量，有可能你们现在还在焦灼当中，但是不要害怕啊，属于你们的黑夜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未来无非是在奋力往前跑，去迎接黎明的那一个小小的阶段。对，那一个短暂的阶段，但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可能越会让我们未来的生活回想起来回味无穷。因为它会给我们最多，它会让我们学到和感悟到最多，好吗？OK，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祝福大家未来都是顺利的、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期待着你们的好运和你们的好消息，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现在我们的第二副组牌，这个彩色矿石的朋友们啊，好，它上面有着五颜六色，像鳞片一样的颜色啊，感觉还是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们看一下大家今天抽到是什么牌啊，然后再帮大家去寻找一下属于你们心中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哇，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Judgment in Reverse 逆位的审判牌。
我觉得很多人，你们问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或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有的一部分的朋友，这件事情有可能已经尘埃落定了，比如说是一个失去的感情啊，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或者说你有可能已经做过决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车副组牌的朋友啊，很不好意思的去讲，这个答案是 no。Judgment in reverse，审判牌的逆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no。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改变。当你们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有可能是你们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目标，并且参与到你们下一次觉醒时刻的时候了。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当下这个阶段非常需要的就是瞄准你们的现实，并且去连接你们的高我，提升你们的频率。看起来你们最近非常的辛苦，并且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多梦的状态。有很多人有可能为了这件事情是非常担忧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等一个考试的结果呀，你在等一个职业的评估啊，你们在等一个 offer，等一个消息啊，等一个救人的消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张牌告诉我们，对，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对，或者说不属于我们的，它真的是不属于我们的。我觉得大家不用在这个阶段里边担心，或者说失望，或者说哦，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得到它。但是我觉得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宇宙这样安排一定有它内在的道理和含义。那当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对于这件事情，对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的讯息是什么样的？看一下宇宙这样安排，它是什么样的道理和含义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显化这件事情的发生，好吗？我们一起抽牌看一下。好，第一张是 Five of Pentacles 到处掉出去了。哎呦，对，有一点点口吃啊 ，sorry。第二张是 Three of Wands 权杖的3号，我们再抽一张。OK， 天呐 ，Three of Swords。Wheel of Fortune， 好的，这副牌的朋友，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的业力，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命运之轮的这个最低点，你马上就要谷底翻身。但是如果你问这件事情的话，有可能你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当中会有全新的选择。如果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你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焦虑、担心、担忧的话，说实话，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命运你必须要经过的一环，这是必经之路以及你的一课。有很多人我感觉到这是感情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你们在异地恋，你们有可能跟对方现在都在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啊，现实生活的一些打击啊，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啊隔海相望了，对，不知道多久了，对，一直都没有办法打破这个现状，于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不得不去做其他的选择。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你的感情里边有可能介入了其他的人事物啊，都有可能让你感觉这个感情发展的举步维艰。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如果是经济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的话，你们有可能一段时间想要去实现的那一个目标，想要去达成的那一个状态等等，总是拖了又拖，拖了又拖。有可能你们在问一个很即时性的问题，比如说，哦，这一个月之内我会不会收到客户的订单呢？我会不会达成我的 KPI？我能不能够拥有一个好的 offer 等等。对，这个答案有可能是 no，但是对于你来讲啊，如果不把这个梦想的泡泡刺破，对，如果不把这个现状摊开给你看的话，你不会让自己去看其他的方向，也包括感情的朋友啊，你不会让自己去重新的整理你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主动的去推动你命运之轮的旋转到一个真正的转运点。我觉得很多人对待你们来说，命运是很玄奥的啊，有可能你们一直会觉得自己不走运，或者说这件事情，对待你来说，你有可能在第六感上或你的直觉里边总是感觉，对，他的答案应该不是对的，对，所以你们会有这个 Three of Swords 和命运之轮一起出现，对你们来说，这是命运给你们的一次心力交瘁的旅程，有可能也是你们在内心当中必须经历的东西。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这件事情如果是业力的话，你们一定在比如说跟这个人的相遇之初啊，或者接到这个工作之初，或者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大约就能感觉到他会往哪个方向去前行。但是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没有放弃，我觉得你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让自己看到更远的。
对你们来说啊，如果你们还在坚持，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其实已经坚持了很久了，不管是事业、感情，对，还是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健康方面的话，也是一样的。你们坚持了很久，你们在等待一个契机，我觉得这个契机有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它一定会用其他的形式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问题一定是我不得不让这件事情是 yes 的话，那我们就在等，但是你肯定是需要 a second chance，或者说你需要第二次的机会，你需要再去努力一次。我看到很多人，如果你们努力的话，当下这个环境不支持你，或者说你会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资源，我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坚持啊？或者说我真的已经非常疲惫，我的频率已经降到最低幅，然后我很需要充电等等。你们的充电是宇宙给你的，对，是自然，或者说是可以说是整个的能量幻化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你有可能不需要主动的去做什么，相反，在这件事情里边保持专注，保持能量在自己的身上，还有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被动，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有可能会更好啊。嗯。哎呀，我感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个牌，我觉得是很铁齿的那种 no，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让你们感觉到了，我真的是有就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的话，不如把它交给命运。就是我们直接就 surrender，对，我们直接 surrender，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事情放手，看他往下能够怎么去走。特别是感情啊，特别是来问感情的朋友，你问的这个人有可能在你想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不一定能够回来，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回来跟你牵手，因为有可能他需要去克服自己人生的难关呐、他有可能要去克服自己的业力呀、有可能他也是伤心的，他也是无措的。但是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当下这个阶段不去经历的话，你们的生命当中永远都缺一个章节，你们永远都缺一个段落，或者说你们缺这样的一个路程，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转运，对，会在这一次让你们失落之后到来，有可能命运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们去了解到，有很多事情争取它和等待它，或者说去孕育它的那个方式，应该去改变一下，有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你们是值得让自己幸福的，但前提条件就是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扭转一下之前你们的一些计划，你们的一些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安排，或者是你们的一些这个 strategy，你们的一些战略呀，一些部署等等啊。嗯，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谕卡，看一下啊。为了去显化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看一下我们的指导灵和宇宙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今天抽的这个 Ancestors and Angels 的卡牌，我们今天抽了一张萨满的卡牌耶，Trust in higher forces。这件事情是 no，但它是你的祖先和你的指导灵的安排。对，这是一次安排，而且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是为了让你们去退避一些、规避一些有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影响。有可能在眼前你们看到的答案是 no，比如说我争取不到这个工作，我争取不到这个人，我争取不到这笔财富。但是你们的祖先和神灵以及这个大地的能量啊，这个大地上面的能量，其实是正在保护你们的。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直觉非常的灵敏，你们之前有可能是巫师或女巫，对，你们的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是非常平衡的。我看到其实你们跟大地的连接是非常非常的深的，而且很多人，你们跟第一组也很像，你们周围有很多动物灵，他们正在帮助你去做一次更好的人生抉择和安排。你要相信啊，你的周围有更高的能量，比如说高维度，来自于5维度、六维度其他维度的能量正在看护着你和守护着你，而且它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你的祖先和你的指导灵，他们在帮助你，让你去重新思考一下你的人生应该往哪里去走。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有可能你们自己就是本身做灵修的、做疗愈等等吧，在这个当下，你们有可能会觉得
你们自己的翅膀受伤了，你们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啊跌跌撞撞的啊，肯定是会觉得你们会让你们的心轮是有点闭合那种状态吧，就是我直观的感受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最近的环境就是不是很支持你们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去爱你们想爱的人。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们首先在被牢牢的保护着，再者就是命运之轮的正位，以及这张 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也告诉你们了。有可能你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理清你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些重大的决定和抉择，这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是更加至关重要的。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有一个全局的观念，所以这边我们出现一张 Three of Wands。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会觉得很孤独啊，当下有可能会比较孤独，或者说这件事情无法达成，会让你们在一个困局里边啊，有可能也会伤害了你们一部分的热情，对，让你们对待生活有可能失去了一些。对，失去了那种幸福的向往等等啊。但我觉得其实你们在被更高级的智慧、更高级的能量保护着，其实你们是幸福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有很多人你们在当下就不再连接，你们的顶轮有点闭合。那这张牌啊，有一只白色的猫头鹰，对，在萨满巫师的头上，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跟着你的人生道路去走，而不要受到大众的和大环境能量的扭曲。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重整旗鼓的一个一个点。对，这个点其实对于你来说，虽然是有可能是人生当中并不是很开心的一个点，或者说有可能在你未来考量或者说重新思考起来，你会觉得这个点对你来说，它充满了很多意义，但同时也会让你感觉到无限的欣赏。但我觉得其实这一副组牌的朋友，望向你遥远的人生，我觉得你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在你的未来。那我们今天抽了一张 Black Moon，抽到了这张，OK，又是这张牌 Your Destiny。我们看到 Destiny 和上帝之指出现了啊，这个星盘的相位，有的朋友可能会有啊。OK，有两颗星星相拱，然后就是说两颗星星又分别跟你们星盘当中的一颗星形成了一个150度角，这是一个你们人生当中一定有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点的相位。有很多人有可能你们的星盘里不一定有这样的相位，其实，也并不是非常常见了。但是，哎，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阶段，首先你们面临到的这次挫折，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吧，有可能就是一次命运。对，你们的这个命运当中的某一个定数啊，但是你必须要突破它，有可能你之前用了几世去突破这个，对，去突破这一个瓶颈，去突破这一个结界啊。如果突破了，有可能你真的会打开自己，但是有可能之前你经过了很多努力，但是你总是感觉没有办法。这一次又来了，对，它就像是一个模考一样，考不过你还要再考一次，考不过我们还要再考一次。那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们要相信命运的玄奥，我们也要相信宇宙给我们很多事情布下了很多阵，它背后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这件事情它是好不是坏。虽然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它是那么的让人揪心，让人难过啊，让人比较对，就是让人感觉就比较碎裂啊。但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你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拼合起来，你们必须要望向更远的远方。如果你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灵性的修行，如果你们最后的目标是我要离开3D 的世界，我要去施展自己的能量，我要去帮助，我要去拯救。不管如何，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就必须要去突破现在当下你问的这一件事情。那正好，我们也点开了这一则视频，这件事情已经展现在你的眼前了。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真正的面对呢？对吗？我看一下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领域在哪里啊？土星处女七宫，很多人我觉得是感情大关是吧？是一个情关是吧？对，而且是累世的啊，对你们来讲有很多硬性的阻隔，比如说环境、金钱、经济、地理的距离啊、物理的距离等等啊，有很多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真的是很困难的一关啊。这还是土星，有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最近是土星回归的一个阶段啊。土星回归在我们的星盘当中。
每个人都会有27岁到32岁之间有这么1-2年的一个过程啊，让我们必须要去突破自己。有可能有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失业、转业、离开一段感情，又迎来一个新的人生。但不管如何，我觉得这一个土星回归的星象，也包括我们到了那个人生的状态里边，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多幼年的东西正在被打破，而我们正在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这是土星天蝎一宫，对你们来讲，突破前世的业力啊，而且让自己去挖得更深，学得更多，有可能是有一种辛苦的方式，但是你们会受益匪浅，而且这些能量、这些经验会帮助你们建立起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地基，去赢得你们的殊荣，赢得你们的成绩。而你的祖先、你的家族、你的指导灵正在殷切的看着你，期待你能够通过这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又非常艰难的过程，他们在祝福你和帮助你，好吗？而且也正在帮助你去趋吉避凶啊，做出一些对的选择。好，我们最后帮大家抽一下这个天使卡。第二组讲的有点长，因为感觉你们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可能每次 Starseed 看见 No 的这个选项总会多说一些。OK， 我们的牌飞出来了，很多朋友天使说 Ask your angels，OK，你们需要冥想了，你们需要去连接你们的大天使。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不知道是哪个天使，去想，对，去冥想，对，去尝试着连接，去尝试着听这个天使的音乐，看天使的故事啊，对，然后把你的愿望，或者说直接给你的守护天使都可以的，你或者是你的指导灵啊，你的 angels 也包括你的指导灵在内，你的祖先在内，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冥想当中去问他。对，哪怕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有可能这一种询问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并且你有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会一点点得到属于你的那些灵感，这些灵感打开你的顶轮去连接你的直觉，给你的灵感就是你的祖先、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给你的这个 feedback， 好吗？你会得到属于你的一些讯息和讯号的，包括你需要的一些情报和资源，好吧？好，我们刚才也抽了一张这个量子神谕卡，因为第一套有抽 Hidden Motivations。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其实不太相信自己能够真正的幸福下去，你们有可能真的很希望成家立业，而且有一个很稳定的，甚至在普通人眼中，对，就是普通的平淡的幸福的人生。你们需要让自己度过这个阶段，但是同时你们也要让自己相信，你们可以去取得属于你们的成就，你们可以让自己拥有幸福，跟所有天下的大众一样，拥有现世的幸福。但在这之前，你必须要让自己通过冥想去调节你的能量，去拿到属于你的讯息和讯号，好吗？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阶段有可能比较艰难，但是你们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同样的，跟之前同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会得到更多，为了你们未来的那种漫长的人生，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考验，奠定一个最好的基础，就是你们本身的坚强、坚定和你们真正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承受能力，好吧？OK，那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卡牌也看到这里了。祝福大家能够度过人生当中的每一次考试，然后在这个阶段当中去抓紧时间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没有给大家压力的意思啊，不用去抓紧和赶什么，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冥想和调节你们的频率了。冥想有很多方式可以去选择属于你们的，也让你们舒适的方式。再者就是一定要相信，你们是被宇宙正在看护着的人，所以一切的安排有可能在当下看起来并不是妥当的，并不是让你开心的，但是它仍然是最好的安排，好吗？OK，那我们看到这里，祝福大家在未来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第三副组牌，我们的参照物是一颗紫色的天然石的朋友们啊，紫色水晶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大家抽到的是哪一张卡牌，再帮大家直接来回答一下你们心中所想。这个问题是 yes or no，看一下啊，The Hermit 隐士牌，嗯，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心中所想这个答案是 yes。我感觉这个 yes 看起来就，它是那种让我觉得很确定的、很笃定的，但同时
就是也非常安定的那种能量。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这件事情啊，你们期待的，你们等待已久了，甚至一部分的人，你们心中早就已经放下那种得失心，变得非常的佛系。有可能这是一个 long term 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有可能你们为了去达成这件事情，为了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事情，付出了蛮久的努力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大半的山路，你们有可能已经渐渐的啊，就是从自己的心轮，就是打开你们真正的能量啊，从心轮打开能量，让你们真正释放出力量来，对，去看待这一条旅程。我觉得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就是能达成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人，而且你们的能量反而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更加的让人舒适了，也更加的安详安然了。虽然说在夜空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很多星星，但是能照亮山路的，有可能是我们手中的火把、手中的灯。还有就是我们真正的打开心，用自己发光去取得的那一种能量，那个能量，它有可能会照亮我们未来的旅程。就像是我们打开了我们的心，有可能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第三眼，我们的头顶轮，我们就会通过直觉去真正连接自己。对，也连接我们的高我和宇宙，去找到我们真正那个路在哪里。所以这是这个牌的一个意思啊。我感觉对，隐士已经不再需要灯来去照明了，对，他也不需要就是说身旁有任何人的陪伴，相反，就哪怕是夜晚会有潮汐的，就是涨涨落落呀，会有这些外界能量的改变，比如自然环境等等。但是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让我感觉到蛮有安全感的，就是比较踏实，好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问题的细节是什么样的？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心中所想这个问题。OK，我们看到了 Empress 女皇牌啊，我们继续抽一下，这 Knight of Cups in reverse，然后我们看到一张 Chariot。好的，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牌让我感觉到啊，有可能你们一直对于就是当下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不 OK 的，但是你们会有一些细节非常的不满意。你们有可能在问的是一些很细节方面的问题，甚至是一件事情它当中的某一个环节。那我觉得这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件事情这么多大牌，有隐士牌、女皇牌和战车 Chariot 这样的牌，也就是说，不管在过程里边你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让自己不舒适的一个状态，你们有可能也会比较在意，就是看起来蛮稳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真的 OK 吗？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吗？你们会点开这一组，我觉得你们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就没问题了。当下其实你问的这件事情一切安好，而且在未来它也会按照它原定的那些计划一步一步的达成，不会让你觉得有任何的缺损。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当中啊，也正在去整理自己。首先在当下的这个阶段，我看到有可能很多人在问的是感情问题啦。感情问题上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能量去稳定自己的生活，并且让自己成为那一个金星的光芒的源呢，因为我们在女皇牌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个金星的符号啊，也就是说关于爱，关于去让自己和整个的生活是丰盛的，关于你们的魅力值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啊。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件事情里边，你要相信自己就是中心。如果是事业的话，也是一样的，你们充满了经验，也充满了智慧，所以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并不是一个艰难攀爬的阶段，你们是需要去享受胜利果实的阶段，是需要去让自己把你们的能量拿出来，照亮周围的那一个阶段。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对于某一些事情当下是不满意的，你们很希望嘛，把这件事情调整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它可以，但是就像是我们去修剪植物的枝芽，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对，做一个，比如说布阵等等吧，我们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让它一点一点的走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需要给这件事情一些耐心。它看起来其实蛮磨蹭的，但是也让我觉得，其实你问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的工程啦。有很多人，当下我们在录这一套组牌的时间是4月，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出现好的 sign，出现好的这个反馈和反响的阶段，有可能是在今年的7月到9月期间。那如果是未来来看这一套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在未来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你会取得让你非常满意的答案。那这一些让你不满意的过程，那些细节，对，让你感觉有一点抓狂的细节，有一些不满意的人事物，它会自然而然的随风消逝。因为从大的方向上来讲，你问的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需要去，一是享受你们的生活，散发你们的热情和能量，再者就是你们也需要去抚慰需要你们的人，拿出你们真正的这个 divine feminine 啊，对，强大的女性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有很多人，不管是男生女生来看这一组，你们都必须要去拿出温柔的能量，去以柔克刚，来让这件事情按照你的方法和方式进行。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这是关乎于，比如说某一个事业目标的达成啊，然后某一些考试，也包括教育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件事情它就是会滋养你的。所以相反，我觉得其实你也是这件事情的贵人，这件事情也会成为你的贵人。或者是贵事啊，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和你问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相合的，在磁场和气场上达成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你在问的是一个感情对象，比如说他，现在跟你有一点争吵，或你们两个人现在彼此默默的看着对方，但是有没有进行这个感情啊，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说实话，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讲是很漫长的。这个阶段里边，你们有可能必须要外力的作用和推动，因为其实我感觉到，其实这很像是两个蛮优秀和优质的人，然后想要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蛮矜持的，甚至你们有可能非常的需要，比如说外界给予你们能量，才能够遇到这个对的人啊。有很多人会问我会脱单吗？或者说在未来那个阶段，正缘会出现吗？等等。会，答案是 yes，答案是一定会，你肯定不会孤独终老。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的发生和发展，你必须要付诸于一些行动，而不是懒懒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因为隐士牌和皇后牌，包括战车牌，也都代表了一种被动的阴性能量。我觉得主动其实并不一定说我们要主动去做什么，但是主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比如说我们发生一些改变啊，主动的去扭转自己的能量。比如说我开始去改变自己的外在，我开始去充实自己的内在，我开始去连接更多的人，我开始去帮助人、了解人和热爱人，这些有可能都是可以让你去走出自己的那一个舒适范围，并且迎接到更多能量的条件啊。我觉得其实我牌的朋友，你们我觉得是蛮优秀的，而且这个事情你问的这件事情不会让你很辛苦，相反，你需要时间，你需要信念，而且你需要给自己更多的能量去散发出来啊。不只是给自己能量，你还要去把能量散发出去，这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好吧？OK，那我们分析到这里啊，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抽到的这个神谕卡，给我们显化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好，我们今天第一张抽到的是 Sage，OK，又是这张牌。我好像在最近经常会看到这张牌哦，因为在大众占卜当中有见过啊，Trust and Strive。这个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达成这件事情是需要贵人，而且跟我所想的是一样的。你们有可能是其他人的贵人，你们有可能会帮助其他人达成他们所想的那个目标，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也会实现你们自己。我觉得你们需要完全的相信，而且你们需要真正拿出你们的温和，拿出你们的耐力，然后呢，就是用智慧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如果你们问的是财富，我觉得你们的财运和你们未来一段时间这个生活状态是相当丰盛的。跟大环境的萧条相比，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有福报的人，所以你们一般都是会让自己静谧的生活在你们的生活范围之内，而且你们有自己所想保护的人，你们有自己所想去实现的东西。
我感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里边，你们会通过这件事情去取得更多。如果你们付出了更多的话，或者说如果你们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慢慢的等待很久了，这也是一种付出。那相反，宇宙会给予你的是，就是说立竿见影的让你舒适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状态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你正在越来越适应当下的一个状态，你开始越来越喜欢自己了。这全部都是这当中的能量。那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非常需要 focus 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当中，你们需要让自己充实，然后去享受物质，也包括你们需要让自己多花时间去修养，对。然后你们需要自然，你们也需要非常新鲜的水果、蔬菜这样的一些天然的植物给予你们的这个营养啊。或者是能量。那最后呢，我感觉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拿出自己之前积累的智慧啊，厚积而薄发是你们的方式，而且你们其实是很有自己。我觉得你们很有自己的态度，还有就是你们不喜欢让自己掺和在世俗大众当中，你们不会去流于世俗，跟着其他人的风向走。相反，你们会成为领军者，你们会 take the leadership，也就是说，你们会去带领某一件事情的发展和发生。所以这是一张很贵气的卡牌，好吗？还有一些人，我觉得其实你们蛮有自己的，你蛮有自己的准则，你们蛮有自己的方式的，你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守候着你的那方净土啊，包括你心中所爱的人，包括你的梦想，包括你的家园，好吧？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 Black Moon，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Nice House 第九宫啊，Faith 信念。第九宫代表了远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掌纹上面，OK，还拿着一张车票，好吗？OK，我觉得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所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显化它，你们必须要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抽到隐士牌，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蛮会去，比如说深挖自己的智慧呀，然后去学习，或者说去给自己一个安全范围，让自己去沉浸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往内去求这个答案。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除了往内去求以外，你们需要往外去找。这个外界有可能是地球的其他角落，有可能是你需要出行，有可能是你需要让自己去完成某一个阶段的学业，还有就是你非常需要跟外界的事物进行连接，并且保持你的信念和专注。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需要去学更多，比如说某一个专业方面的钻研呐、或者说某一些专业知识方面的这个增长，或者说积累等等，对你来讲有可能都是打开未来一扇大门和打开一个机会的最好的这个钥匙，或者是那种敲门砖之类的。这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一些人在问学业的话，你们的学业是很好的，你们会取得你们想要的这一个 offer 和成绩。还有就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现在正在让自己在人生当中做一个思想者、钻研者，对。这种能量让我感觉到啊，你们要去显化这件事情，你们越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得越深，你们越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正在按照你的预想的这个轨迹去进行。也就是说，你跟你的高我和指导灵的连接已经越来越深厚了。我觉得你们其实在外出运上是非常好的，而且你们想要的一些答案，有可能还真是不在你们的周围，或者说你们的内心里边。你们也需要适当的跟外界进行一个良性的连接，这种良性的连接是带给你们知识的，带给你们一些讯息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一些信息的啊，让你们有足够的方向吧，比如说理性和逻辑方面的，这一个基础，去实现你们想要去实现的长期的一个目标，好吗？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那我们最后抽一下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蛮顺的，我们抽一下这个天使卡，好吧？OK，好，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天使卡是 helpful people，很多人你们非常的需要去寻找你们的贵人。如果你们现在正在独自作战的话啊，你们周围是会有人帮助你们的。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们会遇见一些，就是不经意的遇见一些朋友，遇见一些
甚至亲朋啊，或者说旧友等等，他们会成为你的就是说贵人。有可能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他们给你的讯号，甚至是你不小心看到的一个天使数字等等，都正在提醒着你。对，因为我觉得周围你的能量属于你的能量正在帮助着你。还有就是你的指导灵和天使。再者就是这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非常需要让自己往外看一看，因为你们跟人的连接越是深越是多，你们越有可能走得更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走得很远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间要独行的，但是如果你们想让自己发挥出更多的能量，有更多的实力，走这一条让你们很向往的，比如说灵性之路，比如人生之路，你们就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动力，你们需要加油充电，那你们周围的人就会给你们天然的能量。对，还有部分朋友，如果你们问的是感情，刚才一直也没有讲感情，我觉得感情一部分朋友是异地恋吗？还是说你们要去奔现了啊？要奔现的人，我感觉也有。其实这一条路上，我感觉你们其实正在朝着你的目标积极的前进着，所以你们不需要让自己太过于，嗯，悲观。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其实并不是乐观型的，你们有可能是那种比较理性的，或者说你们是那种会考虑很多前因后果，然后会未雨绸缪这种类型的。我觉得其实未来这条路蛮长的，如果你现在想问的是一个对象，他 OK 吗？或者说跟这个人的发展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也需要去多听一下周围人的他们给你的一些讯息和讯号，不一定是他们的建议啊。建议我觉得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还未必真的会听，甚至你们未必会跟其他人提起来你真正的一些想法和你的疑问等等。但是我觉得啊，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是有火焰的，只是这个火焰它不是明火，它会带着你去照亮你人生当中的方向。所以第一，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第二是你们需要在未来这段时间开阔你们的见识，去增长你们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深刻的认知和体会。再者就是你们会不经意的遇见一些贵人，帮助你们达成你们想要达成的。在感情方面，你们有可能会遇见对的人，但是有可能你们需要走出自己的某一个舒适圈，好吗？OK，我们最后抽一下卡牌，还有，如果等这个旧人联系的朋友啊，我觉得会，但是你们两个人必须要有人来帮助，比如说你们的共同好友啊，比如说你们的旧友啊，或者说，嗯，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 help of people，也是一件事情，必须要有借口，不然你们两个人就都非常矜持啊，冰山女王和冰山国王的组合，好吧？但你们其实内心当中对彼此有着很深的眷恋，而且你们的缘分蛮深的啊。好，最后我们抽到这张牌 Playing It Safe。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她和这张牌当中的这个影视的角色是多么的相似啊！头发的颜色也是一样的。那这个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首先让自己困在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甚至如果你们内心当中现在是有一些忧虑的话，你们其实不太愿意往外看，有可能外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有可能这些变化也正在告诉着你一些好的事情，一些对的事情正在朝你的方向发生。你快看呐，你的窗外现在有着美丽的风景，对，甚至已经有了庆祝的气息啊。但这个画面当中的女生，她其实是很怅然若失的啊，因为她在发呆。所以说，这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必须让自己偶尔走出去，看一看外界的世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讯息啊，让你去采集这个讯息的过程里边去了解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需要的方式，你们需要的方法是什么样的，也会让你去跟其他的能量进行一个互通有无，好吗？就看一下这个 Astro Dice，金星、水瓶、11宫，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在问的，如果是这个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或者说你们在问的是交友和人际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好。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你们蛮内向的啊，你们有可能会想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会问，未来一个阶段我的这个事业能不能稳定的发展，我能不能带好团队，能不能跟团队融合起来。Helpful people 啊，天使说了，没问题，你一定可以，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真正的这个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智慧散发出来，吸引周围人的肯定和注目。你们是可以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很需要懂得你们的人，就像是 soul mate 一样，就算是朋友、家人，你们也是很挑剔，希望他们都是你的 soul mate。其实我觉得。
你周围有非常欣赏你的人，但是呢，你如果不打开你的大门去跟他们连接，甚至往他们的方向去看一看，有可能你不会了解到，他们其实有他们身上独有的一些颜色和光芒，是吸引你的，跟你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好吗？好的，还有一些人啊，你们现在这个交友环境还不错，所以如果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从朋友开始打一个基础啊，跟你心目当中所想的这个朋友一般的对象或者不熟悉的对象，起码你需要往出走一步，对吗？又是水瓶，天王水瓶的二宫，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如果现在你们正在做一些转变，然后你们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开自己，然后走出去的话，你们有可能可以先通过一些网络上的讯息啊，然后网络上的讯号啊，还有就是一些网上的朋友啊，先打开第一扇大门。比如说你们想交友，比如说你们想脱单，还有的人如果在事业上也是一样的，你们反而可以去一些，比如说论坛呐、比如说那种专业技术性的一些，比如说 I don't know，对。社群吧，社群媒体去进行这个连接和交流，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好吧？OK，那今天呢，第三组我们也看到这里了啊，这个能量我觉得是非常不错，所以说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呢都是顺利的，希望你们心中所想之事可以快快达成。那 Star City 也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也祝福你们开心、平安和幸福。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第四副组牌，蓝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大家抽到的卡牌是什么？答案是 yes 还是 no？哦，Three of Wands，权杖的3号啊。OK，你们心中所想的问题，答案是 yes。第四副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心目当中有一个关于这件事情的计划，关于你们人生的梦想和远景方面的问题啊，有可能是你们要进入一段新的旅程了，你们有可能要离开一个地理环境，有可能你们要搬家了，你们有可能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一部分的朋友有可能在转折当中，在迁居当中。对，在重新落定自己的人生。那我看到，其实你们对于未来是充满了激情的，你们有可能在心中已经有了蓝图，有了这一个 strategy，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你们在完全的跟着自己内心的直觉和你们的火焰，这个火焰是你们对待人生的激情，对待未来旅程那种挑战的，对，一种对跃跃欲试的感觉啊！很多朋友，其实你心中所想这件事情，有可能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你一直在遥望它，你一直在远远的看着它，观察它，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真的是不是好的。但是我感觉到你们的心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这个 vibe，其实频率很高的。也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讲，这件事情的达成，首先你们不会彷徨，你们会给自己找寻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再者就是第四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心中所想这个问题啊，它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方向，所以有可能是你人生路途当中的一次抉择，一次超越。关系的话，我觉得他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啊！你心中所想这个对象，不管是暧昧的，还是说当下在交往交流的，还是说你在等一个人，不管如何，其实我觉得你心里边已经有一定的能量正在推着你，让你往前去走了啊！你现在正在站在这个海岸线上，往你新的方向去迈进，好吧？OK，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很积极。好的，那第四副紫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抽一下今天的这个 OK 副牌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心中所想的这个问题，它的一些细节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个 Temperance，然后是 King of Swords in Reverse 啊，再继续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卡牌。OK，我们同样看到了一张 Wheel of Fortune，天呐，我感觉啊，我们去 clarify 一下，是一张 Queen of Wands in Reverse 啊。OK， 好对称的卡牌有很多人，你们是感情问题吗？前几组没有讲星座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打紧。这组里边有射手座，有这个风象星座，就是火象很强的一种能量了。我觉得在你们能量当中，让我感觉到啊，对于你心中所想之事啊，其实你
有可能已经在心里边有了一些计划，有了一些很好的这种计划和盘算。有可能你正在打算进行行动的路上，或者说你正在等待这个时机。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应该是关于感情问题的，甚至是关于一个长线的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长线的感情问题。对待你们来讲就是你当下遇见这个人，让我看到他和你是业力的关系，并且你们两个人现在正在去突破自己的一些瓶颈，去经营你们的人生和经历你们的成长。当到了一个对的时间，你们必定会走到一起，因为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是你的应该是现世伴侣，或者说对的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组当中，你们也正在通过一个好的方法和方式互相疗愈。如果你和他已经断联一阵子了，我觉得你们会在就是今年的某一个阶段如果说是很近的朋友，就是最近这1-2个月，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有可能在年尾。无论如何你们会通过一些非常神奇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而且你们会发现，诶，我和你居然同步的都在成长，而且我们居然还在这个感情的路上仍然站在原地，心中还有彼此。也就是说，我觉得关于感情的进步，关于感情的连结和复合等等的能量都是蛮积极的。说实话，人物牌的逆位在这副里边出现，让我感觉到有可能你们会对待当下这个情况并不一定摸得很清楚，或者说你们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啦，特别是去理解你们心中所想这个特定的对象或特定的事件，你对于他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和形态，其实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对，有可能我们这副牌的朋友心也是比较急一点，有可能你们会很想去下一个决定、判断，又或者说你们当下马上就要去进行一个行动了，你们想问我这个行动的结果 OK 吗？说实话，你们可以先稍安勿躁，等待一个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是什么？所谓缘分Wheel of Fortune，所谓业力 Temperance，我觉得其实这一次你们的这种业力是来治愈你们的，来帮助你们去突破瓶颈，也让你们有内心当中的这种安定感的，让自己不再自我怀疑，也包括你们可以对当下的一些情境有一个更深的认知和了解。那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需要让自己更加稳定一点，再进行一方面的行动。还有就是你们需要去收敛一下自己某一方面的脾气，这个是你们需要自我治愈的部分有些朋友有可能脾气比较急有可能像 Star C 也是脾气有点急的类型，所以说有可能这种脾气急，它来自于某一些先天的因素，或者是后天原生家庭的影响，又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见了某一种问题，它会形成一种性格的定势。那这张 Temperance 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耐下心来去一点点的解决这个问题，让它往一个正向的方面去循环。再有就是，如果是 Temperance 和 Wheel of Fortune同时出现，而人物牌是逆位，我感觉到其实这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等的是契机，而不是说主动的去做任何的行动。主动去行动反而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往一个负面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偏离了你之前的航线所以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静待时机，让命运给你们一个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安排一点都不晚，一点都不慢，一点都不磨蹭在对的时间就会给你们一个对的机会。如果不是感情问题如果是事业上的、合作上的问题，总之它是跟人有关系啦。我觉得你们当下虽然说人是积极的，但是你们的状态有可能并不好。比如说你们会心里有点急比如你们对于整个的事情的了解和认知还处于一个不太清楚的状况。再者就是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点赶，或者说你们就是会下错一些判断等等。所以形势要求你们擦亮双眼，再看得远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而不是只看到眼下的利益、眼下的一些纷争和眼下的一些我应该处理的问题。包括在事业上，你们在做一个长线的事业，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做的事业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就是优良的这种业界或者说你们正在打造一个优良的业界形象，正在去完善自己的能量。那不管如何，这个 Temperance 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时间去往前推一推，好吗？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做这种关于医疗或者说关于这个海外的一些事业的人呢。我觉得如果在事业方面的话，你们想要一个转折，我觉得
今年是一个就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当下啊，这个阶段是一个你要去做改变的时期了，因为出现了 Wheel of Fortune，改变的阶段正在来临。但是你们需要观察形势，观察准了形势再往前走。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工作，哎，我们来问这个工作我可以去吗？可以很顺利吗？说实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戒骄戒躁，还有就是调整你们的状态，用一个更好的方法跟人连接和沟通，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未来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全新的旅程，就是会让你们整个人都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且你们在处理问题，在遇见问题的过程里边，也正在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是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还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在问的是关于经济的问题的话啊，循序渐进的发展，你们一定要切忌投机啊，千万不要去投机，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的判断在出现 King of Swords 的时候啊，判断有可能会失误，有可能它不是你们头脑不聪明不灵光，而是当下你们所看的这个事件，它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转折和转化。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更需要的是让自己稳中求胜，还有就是慢慢来，用一个稍微平和的和佛系一点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出现了命运之轮的话，你们就需要 surrender，把这个方向盘，把这个就是说，就是舵嘛，就是掌舵啊，把这个掌舵的这个能量交给命运，交给你的指导灵和高我，而不是让我们的小我开车啊。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能量让我感觉到很积极。再者就是有很多事情有可能不会在你想象的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但是有可能意外的，你会在那个命运真正安排你那个对的阶段去真正的看见这件事情的转化。所以说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刚刚好。有很多事情它真的是因为刚刚好，才会给我们很多积极的动力和能量，好吗？好的，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当下看这副牌的这个阶段就正在转运呢，有可能你们潜移默化的会就是感觉到这种正向的能量正在接近你们。有很多人感情方面啊，月亮水瓶五宫，心中有人，而且你们的爱是很长情的，然后对方和你有可能兜兜转转的，因为异地呀，因为环境啊，很多事情你们总是错过对方，错过的能量在你们当中发生，是因为命运正在给你们找一个最对的时间，让你们往前去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的感情还处在一个有一点，嗯，若即若离呀，忽好忽坏的阶段，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已经把彼此放在心里很深了。好。还有就是，如果最近的一个阶段你们想要去出行的话，出行能量是很佳的啊，太阳狮子七宫，出行和合作能量非常的好，而且你们就是在把自己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的能量拿出来，你们周围的这个 aura 最近变得是这种橙黄色啊、金黄色，就是感觉你们整个人的活力值爆表，因此你们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跟人的连接啊，或者说跟自然的连接，或者说出行和运动，调节自己的频率啊，感觉你的频率在往高了去走。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闲话，答案是 yes，但是啊，这个 yes 里边是但是，你们需要再考虑一下时间，考虑一下方式和方法。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打心里觉得 OK，去做它没有问题啊。今天摇出来的两副这个 Astro Dice 骰子，我感觉能量也是很棒的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Angels and Ancestors 说什么。OK，我们看到了 Dream and Journey 啊，Dream and Journey，梦想和旅程，就像这张权杖三一样，你在往你的梦想和旅程那边进发。如果是爱的人的话，他就是你的这个梦中的白雪公主或者是白马王子。我觉得其实照着你的理想往前去走，哪怕目标很高，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这个天时和地利也正在走到一个对的状况里边，就很像这个命运之轮一样啊。这个 Down 是一个鼓，就很像是我们萨满用的这个鼓，是它是会通过这个频率振动的方式，声音振动的方式，去连接高维度和高频率的能量，来帮助我们，或者说来跟我们的祖先和神灵进行一个对接。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啊，你们心目当中所想的这一件事情，也正在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和方式去运作，它是宇宙的运作方式，因此有可能不是小小的我们可以马上就做决定的，但是只要你们在调节自己的频率，去连接，也包括去连接你的指导灵啊、高我呀，连接你的祖先，他们会帮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达到你真正想要达到的那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这个 Black Moon，我们抽到一张 Seventh House，对，Seventh House 就很像是这个
Lovers 这张卡牌啊，就是 Partners。我感觉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当中，你们的感情运是很棒的，真的。如果你们现在想问的是能不能脱单的话，脱单了，今年的年尾之前，虽然说感觉有点远是吧？但其实已经4月了哦，也就是说在未来这7、8个月之间，我觉得绝对会遇见对的人啦。这个人他和你是业力的关系啊，命运的连结，之前有过约定的，要互相治愈的一个人。还有就是你们有一部分的朋友有可能要往一个更高的方向去迈，比如说我要给对方承诺呀，我要去在关系里边去走得更深。我觉得你们在今年里边可以去多享受一些亲密的关系。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我感觉今年跟人的配合非常重要。如果你问的是事业，你问的是财富的话，必须要有配合。对，所以说一个人有可能以前你是孤勇的常胜将军，但是在今年当中，你非常需要去展现自己的能量，甚至是拿出你的这个 leadership 去建立你的团队啊，组你的 team。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更有力量的去实现你的梦想，去走你的旅程。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比较小的，我们需要去团结和集结很多的智慧，而你正是有这样能量的人，好吧？好，还有就是如果问的是这个，比如说人际关系啊、家人的关系啊，我觉得都很好。而且今年其实，如果你问的是健康的问题的话，这个健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但一部分朋友，你们必须要经历过一个过程，比如说治疗，比如说恢复、复原，而且你们一定要防止不要上火，不要过快的去行动，好吧？要慢慢来啊，尊重这个过程，尊重这个时间。好，我们最后抽一下天使卡，看一下啊，天使告诉我们什么 ？OK，天呐，好，我们今天抽的是 You are ready，好的，You are ready，你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天使已经感觉到了，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已经马上的，天使就会把你想要的这份礼物啊拿到你的身边，有可能它是打开你未来大门的一把钥匙。好，天使手上捧的是金星的符号啊，我也看到啊，金星的符号，也就是说，在感情方面你已经 ready 了，也就是说，你和你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已经马上要到一个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部分了。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等救人，但是这个人如果没有说，已经离开了这个成年累月啊，就比如说好几年好几年已经不在我的生活当中了。如果是一个很近的对象，甚至是你心目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个对象，正在跟他去发生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话，you are ready，and they are ready 啊，我觉得你们正在对一个对的时间之内啊，所以说没问题。绑好你们的安全带，往前走吧。我觉得在今年当中，你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很强而有力的爱的旅程啊。好，那我们再抽一下今天的量子卡。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能量让我感觉很好，很顺啊。OK，我们的卡已经掉下去了，而且这个卡牌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Counter partnership，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抽到的都是这个 partners，所以说你们问的是感情吗？如果你们问的是感情的话，好的，你们会得到你们应该有的感情的美丽的这个就是成果和结果吧。我天呐，这是亚当和夏娃嘛？因为我看到这边有蛇的这个形象啊，感觉这上面像是莉莉丝好吗？在飞过吗？Anyway，我觉得其实在这道卡牌当中，让我感觉到你们就像是伊甸园的这个亚当和夏娃，对吧？这个人是你的累世的这个伴侣啊，现世伴侣，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你们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需要去治愈彼此啊这一个阶段需要的能量，或者说，需要去抚平的那一些。整合的需要去抚平的伤口，需要去整合的能量。Anyway，我觉得在今年当中，你梦想当中这个关系已经马上就要进入人生了。如果问的不是关系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呢，嗯。你们在情感当中，如果一点所求都没有的话，你们应该会选择其他组牌，因为我觉得在这部里边还是有很多人你们在问爱情，或者说这是一个大众的一个 general reading，所以说有可能除了您以外啊，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在问感情问题，所以才会集合的出现这样的牌的形象吧。不管如何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和事业当中。就会取得一个成就 （great achievement），这是一个成就，而且这是一个会让你们啊，就是真正的享受那种
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去享受自己人生幸福那个感觉。一部分的人，你们有可能会婚礼啊，会举行婚礼啊，会真正的往下一个阶段去走。但不管如何，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是 yes，而且呢，我感觉你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有可能只是需要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状态啊，去迎接它罢了。好吗？OK，也要调节心态哦。然后这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因为你们能量是很顺的，然后祝福你们一切都是顺利的，然后宇宙给了你们 yes 的答案，然后大胆的就往前走吧。再有就是呢，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要多保护自己的这个身心灵平和的一个状态，然后经常给自己一些时间放假和休整，还有就是多去补一些水分啊。这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干一点，好吧？OK，那就看到这里啦，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祝福你们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最后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磁铁石的朋友们，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大家抽到的这张塔罗牌是什么？我们要的答案是 yes or no。Page of Swords in reverse，逆位的宝剑侍从牌。大家所想这个问题答案是 no。我感觉大家对于目前这个情形理解的还不够充分，对这件事情挖掘的有可能还不够深。再者就是一部分的人，有可能你跟这件事情处在断联当中，你跟这个人处在断联当中，对，有可能你们经过一些，就是说尝试和试炼，然后很希望在一个阶段之内啊，就取得你们很想要的这个答案和结果。但是有很多事情它真的没有那么多捷径啊，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你们要绕更长的一个旅程，去达到你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你们有可能和你们的这个高我和指导灵有点断联了，所以你们有可能偶尔会有一点点一意孤行。因为在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宝剑公主啊，她正在用自己的剑呢，当做这个钢索嘛，走钢索的人嘛，然后他在用自己的智慧啊发散，就像是这个电灯一样啊，给自己更轻盈的能量，让他往前去走。不过这张牌让我感觉到有点像的负愚人牌，是比较险的。但是好的能量就在于啊，跟愚人牌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有智慧，他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连接以及学习。以及成长。那如果是逆位的话，我感觉这副牌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有点险的。如果说能不能险中求胜，几率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100% yes 的话，在这副牌里边，我感觉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它有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就是顺遂的，或者说用那样的一个形式去进行，有可能这也是你需要去调整自己姿态的一个时间段了，好吧？OK，我们一起来抽一下今天的副牌，来看一下啊，这个事情的细节是什么样的？看一下，我们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啊？好，我们洗牌。OK，Knight of Swords，天呐。Sorry，Four of Wands in reverse and the Moon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去 clarify 一下啊。OK。这牌怎么就是大家的牌怎么飞的到处都是啊？大家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OK，the star。OK，一张好牌出现喽。OK，这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在你们所想这件事情当中，有可能你们已经经历过一个让你们很难熬的一个旅程了。你们有可能就是有很重的得失心态，或者说它对你们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它会有可能影响到你们的饮食起居以及情绪。一部分的人当下你们有可能在等一个人跟你们联络，有可能你们想要去让自己的人生状态或者说事业状态到一个平稳的一个阶段啊，对你们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是尤为让你们担心的，尤为让你们忧虑的。还有部分朋友，如果你们卡在过去还没有走出来，所以你们也一直让自己的情绪忽高忽低。
你们所想的事情，有很多朋友如果是感情问题的话啊，第五副牌要先说感情，因为我感情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对，如果是感情问题的话，如果你们断联了，如果你们分手了，说实话，他会不会来联络？Page of Swords in reverse 是逆位的宝剑侍从的话，答案是 no。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的 Star 出现的是 clarify 整体能量的，我感觉其实啊，你们的人生当中会出现新的希望和一颗真的星星。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们在等待联络，或者说你们去联络，但是无果的话，反而他会以一个不同的形式来到你们的人生。比如说一直以来是他来联系我们，那我们会觉得自己现在落单了，处在一个情绪崩溃的，以及仿佛在被拒绝的边缘。但说实话，如果你们换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The Moon 的逆位和星星的正位就代表了这件事情是有解决的机会的。但是如果按你们当下这个能量和你们想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我以这样的一个条件为就是说，为基调吧，然后来问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我不去联系他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在我这样去做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能够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吗？那答案是 no。但是如果你去调整一下自己，你再重新选择一组，有可能你就会得到 yes 的结果，好吗？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如果你们想要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如果你们想问我最近会开心吗？我的情绪会变好吗？说实话会，但是这个状态其实它会忽高忽低的波动一阵子，才能够达到一个平稳的状况。甚至你们的平稳其实不太容易到来，因为月亮的逆位是我摆脱了一些负面的、不安的、压力的一个状态，我给自己找寻一个星星，找寻一个希望，但是它偶尔还是会波动到一个权杖四号逆位的状态里边，也就是说，它出现一种不稳定性，或者说它会持续一种不稳定性。对你们来讲啊，调节你们真正的状态啊，调节你们的想法，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好吗？还有朋友，如果你们在问的是，比如说学业呀，比如说一件事情的申请啊，比如说工作的 offer 啊，或者说跟客户的这个合作等等啊，说实话，我觉得不在一个对的时间，或者说不在一个对的方法，有可能你们有更强的，比如说强而有力的这种竞争者，或者说你们需要去调整自己的方案和计划。那这件事情经过调整之后，我觉得它会出现一个让人眼前一亮啊，耳目一新的希望。这手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努力，你们有为他真正的就是说担忧，要不然也不会点开这则影片来问呢，是 yes or no，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挖得更深，对，甚至要找更多的方向，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确实，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方式去单线的进行的话，再加上它没有真正的窍门，没有诀窍，那我们有可能就会让自己越来越绝望了。相反，如果给我们自己以新的希望和新的方式和方法，有可能这件事情就会按照一个新的状态进行，它就会变成一件全新的事情了，好吧？所以不是给大家灌鸡汤啊，因为这五牌的朋友，我感觉你们这件事情越往后，反而越有希望和可能性，所以说鼓励大家。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最近好苦恼，Knight of Swords，你们有点寝食难安呐、你们有一点废寝忘食啊，或者说心情忽高忽低的。如果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的话，如果这是一个事业挫折的话，说实话啊，这边是木星的摩羯九宫，你们需要让自己用充实自己、充电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心情状态。比如说，你们可以读一本书，关于你们喜欢的领域呀，关于比如说灵性调节呀，关于心理学啊，因为是摩羯九宫嘛，一些深入的研究啊等等。还有就是让你们心灵感觉到温暖和充实的、有智慧的东西，可以帮你们去打开你们的一层智慧。还有的一部分的朋友，如果这是关乎于你们的学业和职业的深造的话，让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加油一阵子。我觉得有可能当你们真正的有了这种硬性的实力之后啊，不是说大家没有实力，而是说你们需要再吸收更多，就像海绵一样，你们需要吸收更多的水，让自己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有可能宇宙在促成你们的成长。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灵性，非常的有天赋，但是往往你们在一些需要落定的部分，缺少一些就是说 grounding 啊，就真正的这种扎实的稳到大地深处的这种能量啊。
对，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增长的。还有部分朋友，如果你们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只是说我真的还没有运气，我觉得这个运气在未来会到来，只要你们保持专注，保持这种状态啊，就是北焦点的天平一宫，也就是说，它会以一个让你们很平和的状态，或者说它会以一个很公平的状态到来。有很多人我觉得在这牌里边很风向啊，你们的风向很重，还有一部分朋友有可能你们有点偏那个，就是说偏水象有一点啊，就是说在你们能量里边让我感觉到你们非常的智慧，你们很灵动，但是你们需要让自己多一些这种土象的东西，就是说金币的东西，让你们真正的稳下来的、慢下来的东西，好吧？或者说定下来的东西。好，还有就是我感觉你周围应该会有人能够帮助到你，比如说类似于贵人，或者说类似于能够给你一些 information，给你一些讯息，给你一些提示的人啊。OK，分析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抽到这个神谕卡，看一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这个指导灵等等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今天抽到的是Unleash the wind within, sheep wolf。天呐，我觉得很多人你们的情绪，就是我看到就是满月呀，Unleash the wind within。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在最近需要发泄你们的情绪，你们不能再这样憋闷下去了啊！如果你们觉得我很痛苦，我很难，然后我还要就盯在这里坚持，你们不要。你看满月的时候啊，满月的时候，为什么说狼这个生物它很有灵性啊？这个牌当中是一个萨满的女神，对吧？很有灵性，灵性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有可能这个女神的前世就是这一匹狼，她会真正的连接到自己的指导灵和真正的高我，去做自己，也包括去理解自己的能量在哪里，释放自己的能量。你们是有法术的人，你们是有真正灵性内涵的人，但是你们却很难抵抗你们的情绪。这两张都是满月，有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一个阶段你们需要去一种真正的释放，或者它是一个真正的过程，把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压力、不足、委屈，或者说前一段的疲惫全部释放出去。这种释放是你在月圆之夜成为了狼人，你做了自己，这种做自己的状态，让你真正的跟天与地都有了连接，让你真正的找到了那一个真我。你们有可能会跟着月圆月缺，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们的灵性，决定了你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跟月亮的连接是很深厚，你们会变得更加的敏感，这种敏感也正在教会你们，让你们多往灵性的方向去思考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你们的指导灵家族在呼唤你们了，呼唤你们记起来 ，Remember who you are。你需要去记起来你是谁。对，其实你们是很骄傲的人，我觉得其实你们很骄傲，但是你们同时也很压抑。再者就是你们其实往往很想去达到一个普世眼中一个好的状态，一个好的能量、好的结果等等，但其实你们是与众不同的人，你们的路途怎么能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Page of Swords 他是怎么走路啊，走钢索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你们身上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正在发生，也包括你们有可能正在去觉醒。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不经历灵性的黑夜、灵性的暗夜，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展现出真正的自我，找到真正的自我，并且帮助你们的内心小孩发泄出去啊，把你们之前经历过的委屈、不如意，以及遇到的一些很 drama 的，或者说很错的人、很错的事情去释放掉。这些能量不应该停留在你的体内，而应该成为你的一种能量，好吗？下面我们看一下啊，第二张 Black Moon，我们抽到一张 North Node。你抽到一张北焦点哦 ，Life's Purpose，Life's Purpose，你们有自己人生的使命。最近的这个阶段，你们的人生使命在召唤你们，让你们赶紧醒来，往这个对的方向去走。一部分的人，如果你们在错的旅途上，比如说，哎呀，我明明弹琴弹的不好，我明明就是说不能说天赋不足，因为你们很聪明。比如说这个比方，我觉得不好，对，我明明数学学的不好，
但是我却偏偏要去理工科系，然后要去完成这方面的课程，那这一科让我觉得很痛苦，这是一个比方啊。如果它不是你们擅长的事情，它不是让你们感觉到舒服的事情，你们就一定要去找到你们真正的生命的落脚点。有可能理工科系，或者说这一科就不是你应该去努力的点，那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课程而已。但是未来的人生呢，你的人生有一个很长的路，而且你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实现，你要去实现的。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需要去考虑一下你们选择的方向，包括这件事情，你们真正的想让它变成 yes 吗？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它非 yes 不可吗？当然了，所有来问 yes or no 的朋友，Star C 都希望能得到的答案是 yes，但是一部分答案它是 no，但相反它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如果命运总是给我们很多糖吃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给我们很多很多幸福、阳光，那我们为什么要来3D 世界体验呢？对吗？我们干嘛不赶紧的去其他的世界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问，我们来这儿不就是要去，就是说提升嘛，提升完我们最后的那个对，目的地不都是对，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吗？说实话，天堂一样的地方存在，对，也有，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你们的目的地有可能并不是天堂，就并不是永远的幸福、永恒的，OK，白色的光，还有就是，呃，对，美丽的音乐呀，然后鲜花等等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的人生其实是有更加值得你们去经历的，对，值得你们去战胜的，也值得你们去骄傲的东西，这是你们的人生使命。所以说，你们需要让自己真正的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你们明明就是。然后现在你们呢，有的时候在否定自己，还有就是其实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和潜力，你们非常的 powerful。看到这张神谕卡，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 powerful。还有这张 star，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是 star seeds，你们是星际种子，所以说来地球你们就很难 grounding。你们在考虑一些问题的话，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你们都不想要那个条条框框，很多时候你都是跳跃的想法，但是你所想这件事情跳跃有可能是跳跃不来。所以有可能这也是你必经一课啊。这个木星的摩羯12宫，很多人摩羯很多啊，摩羯水瓶的人会选到这一组，或者说土星很重的人会选到这一组啊。我相信这个答案虽然是 no，但它会让你更加的明确和理解你是谁，并且接近你的人生使命。如果你的人生使命有一点沉重，以及你要去达成更多，那我觉得其实吃一点苦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虽然说还是一样啊，Starcy 也很希望这个答案是 yes，所以调整一下自己好吗？OK，我们最后抽一下天使卡，看一下天使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好吗？可以调出来了。Reconsider， 天使说重新考虑一下。OK，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啊，重新考虑，就是说有一部分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还有就是说这件事情它的本身，我们都也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对的能量场当中嘛，我们的方式对吗？还有就是时间段等等啊，重新考虑一下，有可能你有更好的一条路，你有更顺的一条路，有可能天使在这个地方。在你路的前方啊，这个大天使，他双手合十啊，宝剑对，宝剑扎在地上，他希望你能够停下来考虑一下。如果你依然选择 OK，我要move on，我要往前去走，我要去不得不把这个南墙撞破的话，去撞它。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的路是跟着你们直觉的。如果你们认定这件事情，就跟着这件事情去走吧，这是你的人生任务之一啊，你的人生目的之一。还有，我就觉得一部分的朋友，如果这件事情你可以换一个方法和方式的话，或者说花一点时间的话，有可能它的能量就会改变。这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好，我们最后抽一下今天这个量子神谕卡，看一下它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啊？好，掉出来了啊！よいしょ，嗨，我们抽到一张 Loving Man 的 Loving Man，OK，好。谁说你们是不可爱的？你们是有人爱着的，有人在爱着你们。还有就是，如果你在等感情对象的话，
他有可能有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有可能有他自己的这个业力的旅途，所以一部分的人，这个土星双鱼十宫卡在事业上啊，卡在一些就是说特别高远的理想上面，就是下不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一个是理解，还有一个就是不一定要在我们对，就是说拿出我们所有的那个阶段，就一定能够得到答案。更多的答案有可能都藏在一些浮现当中，都是一些小小的谜题啊，待我们未来在成长一个阶段之后去解开。对你们来讲，当下这个答案是 no，但是好的迹象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第五副组牌的朋友，我们再努力一点，好吗？嗯，宇宙在保护你们，然后你们的指导灵在支持你们。好吗？OK，如果是事业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们需要这个 family, friends and guides，也就是说，你们周围有一些贵人会帮助你们，他们有可能是家人，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是意想之外的，比如说你的人生导师啊，或者说突然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边，给了你一些建议、提点、提示，或者说你看到了天使数字，你感受到了一种能量，在冥想中你看到了光。无论如何，你正在被指引着啊，你正在被指引着，所以说最近你的直觉正在被一点点打开，跟着它往前走。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必须要去修一下你们的这个海底轮和脐轮。我觉得你们的下三轮非常的虚弱啊，就很不稳定。还有就是你们需要更坚信自己的直觉，就是说你的顶轮正在不断的打开的过程里边去连接，对，去跟你的指导灵连接。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方便你更快的找到你的这个使命和目标。已经找到使命和目标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更加理解这则占卜当中你们想要得到的讯息是什么样的。总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希望大家一切都是开心、平安和顺利的。那我们的这一副卡牌也解读到这里了，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